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，在處心在角力。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这次本王布置行刺一事，为太皇太后挡箭，目的就是要得到他的信任，让本王有机会匡扶皇上。我福全同样可以做个好皇帝。这个岑千日隐瞒户籍，身份可疑，马上抓他回来，严刑拷问。你知不知道这人谁的来历？我知道你会来找他，所以就跟着你，帮忙啊！怪和尚，为什么岑大叔要自尽？一个人自寻短见，除了万念俱灰、生无可恋，就只有为了保护至亲，不想至亲受到伤害。为了保护至亲，虽然是至亲，但是他不敢相认，因为怕身份败露，令至亲遭致杀身之祸，所以宁愿牺牲自己。天底下，只有父母对子女，才会有这么大的牺牲。岑大叔，你是？你是我的亲爹。你爹本名叫齐万昌，你叫齐俊杰，一等侍卫齐道廷是你爷爷，也就是我师父。现在你明白了，爹。你是我爹。我姓齐。我爷爷是齐道廷。哎，究竟你和爷爷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你一定非自尽不可？还有，为什么抓你的人是太皇太后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这封是你爷爷写给你爹的家书，你看了就会明白。万昌无儿，先前为父远戍边疆，皆为托辞，当中实有经世之谜。顺治爷根本未曾变天，为父身为御前侍卫，于清凉寺陪伴顺治爷出家为僧。然顺治爷有一心事未了，圆寂前更写下遗书，命为父交与二阿哥福全。此事关系大清江山，为父暗将此信再一分为二，一半为父进宫呈交太皇太后，另一半连同此家书再交到昌儿你的手上。顺治爷之遗书务必谨慎收藏，非到绝路，切勿打开。万昌见字后，立刻带同孙儿俊杰远走他乡，以避太皇太后灭口之祸。此事关系重大，绝不可泄露人前，切记切记。为父言尽于此，珍重，父子。你爷爷进宫之后，果然凶多吉少。我和你爹带着你远走他乡，
可是在路上被孝庄派来的御前侍卫追捕，去引开他们。混乱之间，在桂花河和你失散。后来你爹为了救戚家一家38条人命，你可千万进宫见孝庄，骗本宫。为博取他的信任，更服毒治牙以表忠心，才能侥幸死里逃生。好吧。之后，你爹为免孝庄变卦，放过你一家。于是隐姓埋名，在虚云寺外避世隐居。太皇太后这个老太婆，你爹和你爷爷都是被太皇太后迫害，不过缘起缘灭，你爹已经参透了，他不想你再沾血腥。那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千方百计要阻止你当御前侍卫了？我是不想你再在仇海沉沦，因为朝廷一旦发现你的身份，这会又是另外一场杀戮。如今太皇太后已经对你爹的身份起疑，为今之计，你和你爹只能远走高飞。不可以，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。只要我一走，朝廷就会怀疑我。还有，我长满楼的爹还有娘，他们怎么办？怪和尚，总之当务之急就是让我爹先把伤养好，其他的事再打算，好不好，爹？哎呀，多宝啊，你回来了。多宝，哎呀，你看那鞋就跑出去了，担心死我们了。我们两个都不敢睡，在这等你。是啊，你师傅怎么说？野鹰大师说，当年他在天津给一个女人看病，谁知道那个女人身无分文，所以就把这个玉佩给了野鹰大师当医药费。那个女人说这个玉佩是怎么得来的？是啊，那个玉佩是不是在桂花河边捡到的？那个女人是不是你的亲娘啊？我看应该不是，因为那个女人提过，那玉佩是在济南一家当铺买的。哦，这么说，有人在桂花河边捡到了这个玉佩，再辗转落到那个女人手里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连玉佩都有她的命运。遗失那么多年，最后还是物归原主。是啊，遗失那么多年，最后都能找到，真的很难得。多宝啊，娘知道你很想找到你的亲生爹娘，不过这件事急也急不来的。我知道。哎呀，一提起这件事，我又提心吊胆了。万一侍卫营真的查出多宝的身世，真是后果不堪设想。爹，不用担心。总之有多宝在，没人能伤害你们。太皇太后居然劳师动众，派人抓个哑巴。还有没有别的发现？卑职一直暗中跟踪他，不过没想到那个哑巴很机警，摆脱我们之后还不知所踪。为何太皇太后如此紧张这个人？他和齐道廷有什么关系？臣孙叩见皇祖母。勿需多礼。谢皇祖母。哀家召见你，是想问你，初次进南书房为皇上办事，可有难处啊？能够为皇上分忧，全赖皇祖母恩赐，福全必定鞠躬尽瘁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你要继续助皇上打理江山社稷，大清江山必定昌盛繁荣啊！谢皇祖母。皇祖母，福全还带了位尽忠职守的下属来见你。哦，是哪位呀？就是先前皇祖母吩咐说想见的御前侍卫聂多宝，如今就在门外候旨。传御前侍卫聂多宝。奴才3等侍卫聂多宝，
拜见太皇太后。聂多宝，起来说话。谢太皇太后。哀家到虚云寺参拜，遭反贼行刺，幸亏玉亲王和聂侍卫英勇护驾，所以才逃过一劫。玉亲王至孝，聂侍卫至忠，此乃大清之福啊！聂多宝，以后你要好好的为朝廷效命。凡为我大清忠心者，哀家一定不会忘记的。谢太皇太后，奴才深信，只要全心全意效忠大清，朝廷绝对不会忘记。臣等不耽误皇祖母休息，先行告退。奴才告退。这个聂多宝，在哀家面前不卑不亢，实在是个人才。请恕奴才多嘴，奴才反而觉得，刚才那个聂多宝的眼神，跟所说的话有点奇怪呀。是吗？何事慌慌张张啊？奴才该死，禀告太皇太后，惠妃娘娘凤体为何，可能会滑胎啊！奴才拜见太皇太后。免。奴才叩见皇上。惠妃，身子要紧呢，勿需行礼了。皇上，惠妃的身体如何呀？惠妃已经滑胎，日后惠妃虽然身体受创，犹如太医所言，只要好好的调理，仍可康复。可怜的孩儿啊！真的保不住龙胎。钟太医，奴才罪该万死，是奴才无能，不能保住龙翼，请皇上、太皇太后降罪。就算朕现在要取你狗命，又有何用？钟太医，昨天你还跟哀家说惠妃拒血养胎，何以忽然之间会好气动邪，引致滑胎呀？奴才不敢有任何隐瞒。先前娘娘腹中胎儿的确是安然无恙，奴才也不明白为何会突然变成这样。臣妾本来一直没事，但是，自从服用了安胎药之后，就感到腹部剧痛。莫非是安胎药出事？回皇上，安胎药中确实多了一种药材，名叫血竭，药性非常寒凉，孕妇误服之下容易引致滑胎。是谁负责为惠妃煎药？回皇上，太医说药一定要文火慢煎，所以奴婢要看火，片刻不离。不过当奴婢煎药的时候，思乔进来过御药房，还请奴婢吃云片膏。但是吃完之后，奴婢就觉得腹痛。思乔叫奴婢去茅房，还说要帮奴婢看火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可能是思乔存心引开奴婢，再把血竭放进药里面啊。皇上冤枉啊！云片膏是太皇太后赏赐给大家的，奴婢是有吃过，但是没有腹痛。之后奴婢叫过秋菊去茅房，让奴婢帮她看火，但是奴婢真的没有在药里做手脚，是她血口喷人呐！皇上，此事千真万确啊！太皇太后赏赐的云片膏怎么会有问题？一定是你暗中在云片膏做手脚。你那么好心帮我看火，根本就是存心陷害惠妃娘娘。住口！乾清宫内岂容大呼小叫的？此事扑朔迷离，惠妃滑胎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不过思乔一个小小的奴婢，怎么会懂得用血竭呢？何况宫中一向对药材都严格规管，必须经过太医诊断之后，御药房才会发出药材。回皇上，臣有要事禀告。2天前，皇贵妃身体不适，曾召奴才到景仁宫诊症。臣诊治出皇贵妃有热症，于是开了一帖药方，当中有一味正是血竭。若然有人暗中留下血竭，
再放进惠妃娘娘的安胎药之中，就能够毒害惠妃娘娘。皇上，太皇太后，臣妾真的没有加害惠妃。但是正如钟太医所言，皇贵妃似乎处心积虑，先欺骗钟太医以取得血节，再命思乔引开秋菊，再下药令惠妃滑胎。若有此败德丧行之事，朕绝不轻饶。皇贵妃宅心仁厚，自从进宫之后，绝无行差踏错。哀家相信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，当中必有内情，请皇上彻查清楚啊！后宫之内，朕绝对不容忍阴谋诡计，请太皇太后放心，朕必定会派人查个明白。若有真凭实据，国法难容，谁也不能例外。王爷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出了大事啊！出什么事了？这么紧张？坐下来。皇贵妃被怀疑下药毒害惠妃，令惠妃滑胎啊！居然会有这样的传闻？桂纶也不明白，表姐生性纯良，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但是听说皇上痛失骨肉，龙颜大怒，还说是要查明属实，绝不会饶恕表姐，令表姐含冤莫白。请王爷向皇上求情，为表姐说几句好话。皇上并非昏庸之辈，只是痛失胎儿，一时激愤，才会错怪皇贵妃。本王相信，以皇上英明，只要皇贵妃是清白，这件事很快就水落石出。何况此乃后宫之事，我不便插手。但愿如王爷所言，表姐真的能够吉人天相。他不懂珍惜你，我不会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。二皇兄要助朕调查此事。皇上，此事关系后宫，臣身为御前大臣，责无旁贷，求皇上恩准，让臣亲自彻查。朕对此事的确过于激动，一直相信惠妃及钟太医所言，怀疑是皇贵妃所为。其实皇贵妃生性善良，朕也不相信她会做出这种事。但如果说是惠妃设局陷害皇贵妃，天底下有残害自己亲儿的娘吗？当中的因由也好，朕把这个难题交给二皇兄，你要替朕查个水落石出，还大家一个公道。臣遵旨。玉亲王到，拜见皇贵妃。玉亲王有礼，王爷请坐。谢娘娘。四乔奉茶。是。不必多礼。本王来景仁宫是奉皇上口谕，查清楚惠妃滑胎之事。那真是有劳王爷。皇上也认为事有蹊跷，所以命本王暗中追查。这件事本王也略知一二，只是想再清楚皇贵妃传召钟太医诊症的事。当日臣妾感到不适，钟太医检视过后，说臣妾有热症，便开了一帖复方。之后我就命思乔拿着药方去御药房取药，可是，在煎药的时候，就发生惠妃滑胎的事。这么巧，钟太医为皇贵妃诊症之后，思乔从御药房提取药材煎药之时，皇贵妃就被指用血节毒害惠妃。事情看来太过可疑。难道王爷怀疑？本王的确怀疑，惠妃、钟太医和惠妃的奴婢秋菊联合用奸计谋害皇贵妃。但是本宫实在难以想象惠妃会毒害亲儿。本王自会继续追查，直到水落石出，还娘娘一个清白。谢王爷。钟太医，你醒了。我堂堂御前太医，你竟敢将我打晕带走，还对我用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是本王命哈山这么做。玉亲王，太皇太后驾到！你这个贱人，居然做出此等淫乱宫闱的丑事！太皇太后，臣妾因为刚刚滑胎，身子虚弱，才会请钟太医前来诊症，并无不可告人之事。如果是光明正大，为什么要并退太监宫女，独处一室？还不是有苟且的事？哈山，搜查永和宫，看什么发现？是。太皇太后，冤枉啊！回王爷，发现数篇情诗，还是钟太医的笔记，是奴才写给惠妃的。你别乱说话，本宫从来没有收过你什么情诗。太皇太后开恩，其实是惠妃勾引奴才，逼奴才合谋陷害皇贵妃，全部都是惠妃一手策划，不关奴才的事，求太皇太后明察。太皇太后，冤枉啊！臣妾是被人陷害的，大胆！冤枉！证据确凿，还喊冤枉？皇祖母，此事滋事体大，不妨先将惠妃和钟太医收押，再由皇上定夺。冤枉！冤枉！冤枉！启禀皇上，的确是惠妃污蔑皇贵妃，令自己滑胎，铁证如山。事到如今，惠妃还想弃此狡辩。钟太医，快向皇上从实招来。皇上，奴才自知罪大恶极，对惠妃心存歪念，才会被他利用，串谋迫害皇贵妃。当初奴才确诊惠妃怀有身孕，但是发现惠妃身体较弱，大有可能滑胎。奴才劝惠妃终止怀孕，但是惠妃不肯，还叫奴才别把此事告知皇上。5天前，惠妃终于滑胎，臣替惠妃止血料理，惠妃哭求隐瞒此事，并且利用这个机会趁机陷害皇贵妃。3天前，刚巧皇贵妃凤体违和，臣替皇贵妃诊治时，故意把皇贵妃身子虚寒一事说成患了热症，于是就开了一帖医治热症的药方，当中一味正是血结。秋菊，接着如何陷害皇贵妃？你说。惠妃知道思乔要替皇贵妃煎药，就吩咐奴婢同时在御药房煎药。当奴婢和思乔吃过云片糕之后，奴婢就借此腹痛，引思乔叫奴婢去茅房，这样奴婢事后就可以说是思乔替皇贵妃下药的。其实钟太医早就在惠妃的药里面放了血结，那就有证据污蔑皇贵妃下药令自己滑胎。皇上，这些是钟太医写给惠妃的情诗，证明两人早有私情。经傅太医诊治，惠妃确实早已滑胎。惠妃与钟太医既有私情，又故意隐瞒滑胎，还设局陷害皇贵妃娘娘，请皇上明鉴。丧德败行！王振对你宠爱有加，你太让朕失望。这个祸水绝不能留在宫中害人。皇上开恩啊！太皇太后开恩啊！皇贵妃娘娘，你宅心仁厚，心地善良，我求求你帮我向皇上求情。本宫对惠妃已经一再忍让，但是没想到你居然用这么阴毒的诡计来谋害本宫，你叫本宫怎么帮你？皇上日理万机，国事繁重，宫中的事就留给哀家处置吧。求皇上开恩，奴才自知死不足惜，但是祸不及家人，只求皇上放过奴才一家。皇上，钟太医失德败行，论罪当诛。不过乃念其一门忠烈，事有功勋，求皇上赦免其家人之死罪。准奏。谢皇上开恩。来人，谢皇上开恩。皇上开恩！皇上开恩了！你这个贱人，还在这大呼小叫的，快住口！本宫从来没有说过钟太医的情事。
为什么要污蔑本宫？是什么人？是玉亲王，还是你皇贵妃？一定是你这个太皇太后！小庄，你这个老太婆，一直偏袒皇贵妃，如今还使出如此阴谋毒计来迫害臣妾。皇上，你别相信他啊！还不快点把他拉出去！走。放开我！皇上，我是冤枉的！皇上，我是冤枉的！皇上。娘娘，你在这儿慢慢静思己过吧。本宫不要待在这个鬼地方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本宫！我是惠妃，我是惠妃娘娘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咦，虎福晋，皇贵妃娘娘和玉亲王在凉亭，一定是皇贵妃娘娘想亲自谢谢玉亲王的救命之恩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们了。嗯。太皇太后只把惠妃打入冷宫，是在便宜了她。其实惠妃也有她的苦衷，皇上始终念念不忘前皇后，惠妃才会不择手段去争取皇上的宠爱。只可惜因为这样误入歧途，最后害人害己。到这个时候，娘娘还帮惠妃说话。此时要不是本王插手，娘娘不止被打入冷宫，甚至还会性命不保。这次玉亲王立下大功，日后必定更加受皇上重用。本王所做的，不是为了取悦皇上，是为了你。王爷见义勇为，眼见本宫含冤受屈，当然要查明真相，还本宫一个清白了。不过皇上乃是明君，绝对不会让人冤枉本宫的。要是皇上珍惜娘娘，一开始就不应该相信惠妃。这段日子，娘娘受了不少委屈，本王只是替你不知，难为了你，曼君。请玉亲王自重。皇上宠爱奸妃，无非因为她貌似去世的前皇后。此情刻骨铭心，就算身边有了其他女人，仍旧念念不忘。不论眼前人变成谁，都难以忘记以前一起开心的日子。此情只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皇上旧情难消，福全也是。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之上，和心爱的人策马奔驰，花前月下，海誓山盟，是何等神仙眷侣？此情此景，难以忘怀。不要再说了，昔日年少无知，逝者如烟。如今旧事重提，乃是犯上欺君。王爷前程似锦，又何必为昔日的糊涂事纠缠不清？本王一时失言，请娘娘恕罪。本王只记得沙漠的雄鹰，草原的骏马，依旧翱翔飞驰。此情此景，并不是一句话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本王先行告退。奴婢参见王爷。桂纶，又做糕点呢。本王记得这个叫五代同堂，不过里面有蚕豆，不合我的口味。已经换了相思豆了。是吗？那本王一定要尝尝。
真的很好吃。是刚才武福晋在这里学做的。你武皇帝将不日回京，他们夫妻恩爱，所以想尽快学会，让你武皇帝可以尝到他的心意。武皇帝有这么好的妻子，真是好福气。对，夫妻和顺，确实是一种福气。夫妻相处之道，贵乎坦诚相向，毫无隐瞒，这样才能相敬如宾。你语带双关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脸色这么差，传杯参茶给福晋。是，王爷。到底什么事？刚才武福晋提起，在御花园看见王爷和皇贵妃娘娘在一起。他说一定是娘娘要谢谢王爷出手相救，助他申冤平反。惠妃太可恶了，你一向都不喜欢她。那王爷是不是曾经要求皇上准许彻查此案？没错。王爷曾经口口声声说过，皇贵妃的事是后宫的事，轮不到王爷管。为何现在又出尔反尔啊？本王是御前大臣，统领御前侍卫，责无旁贷。向皇上提出彻查此事，是出于职责，还皇贵妃一个公道。只怕王爷对皇贵妃的事，是另有私心，惹人怀疑啊。皇贵妃遭人陷害，本王帮她洗脱嫌疑，是因为皇贵妃是你表姐，也是我的弟媳妇。难道你叫我袖手旁观吗？既然王爷说得如此坦荡荡，为何从来没在贵人面前提及过这件事啊？还是王爷根本不想让贵人知道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王爷自己心知。话说错了还可以收回，但是有些事做错了就覆水难收。王爷和皇贵妃私下见面，是不是因为以前在蒙古已经相识，如今余情未了啊？荒谬！皇贵妃向本王致谢，是平常不过之事。你不要忘记，皇贵妃是皇上钟爱的女人，也是本王的弟媳妇。难道本王会对她有非分之想吗？你说的本王就想跟她有私情，简直荒谬绝伦！惠妃娘娘不要做傻事！哎呀，啊！别让他跑了，娘娘别跑啊！你们这帮狗奴才，给我放手！放开我！让我走！放开我！太皇太后今天没心情听戏，你们尽快收拾妥当就出宫吧。至于赏钱，稍后我会派个人给你们送过去的啊。知道了，何公公。哎。多宝，你看到你爹的眼神吗？他多渴望和你立刻离开这里，你为什么就是舍不得这个是非之地？我还没跟我养父养母交代好，怎么离开？你不是没交代好，这是你心中充满仇恨，是对自己没法子交代。我怎么跟自己交代？这个太皇太后害得我们齐家这样子，这个仇我真的可以不报吗？我师父也是被太皇太后逼死的，我也有血海深仇。要是像你这样整天被仇恨所困，我怎么能像现在这样逍遥自在？那你是出家人，你当然可以逍遥自在了。但是现在一个是我爷爷，一个是我爹啊，你想劝我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做不到啊。多宝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你好好的想一想。爹，女儿认为之前几次都出师不利，是不是应该静观其变，确保万无一失，再有所行动？子宁，你怎么突然变得畏首畏尾的？女儿始终想不通。根据消息，侍卫营已经抓到刺杀孝庄的人，
但是根本没有日月会的人被捕，他们分明是撒谎。嗨，清廷之内欺上瞒下、敷衍搪塞大有人在，随便找个死囚出了顶罪，交差了事。如此卑劣的伎俩，侍卫营怎么不会做呀？女儿只是担心侍卫营这么做，是要我们以为风声已过，疏于防范，其实是想引蛇出洞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白喜堂的生意我们还是照常做，还要越做越大。上次虽然刺杀失败，但是我们不能半途而废。总之，一天没把亲狗赶出中原，我们就不能罢休。对，杀尽亲狗，杀尽贪官污吏。好，没错，血债血偿，为牺牲的兄弟报仇。好，对，我们一定要杀了狗皇帝。好，好，难得大家众志成城。不过最近发生这么多事，侍卫营一定会加紧防范来保护这个狗皇帝。还有啊，稍微有风吹草动，一定会倾巢而出。要是我们贸然行事的话，我怕得不偿失啊。既然侍卫营是我们的大敌，我们就来个反客为主，就从侍卫营着手。大可以利用那个跟白喜堂相熟的御前侍卫聂多宝。没想到关大嫂的儿子居然浪子回头，还把他接到天津，以后不用再办他儿媳妇了。是不是侍卫营有什么事难倒我们大12赵子龙啊？很少看见你这么安静，真的出了大事啊！关大嫂已经找到儿子了，他儿子打算带他离开京城，到别的地方生活。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？难得浪子回头，母子相认，当然是好事了。但是关大嫂未必这么想，有些事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？爹叫我做什么，我都会依照他的吩咐去做。如果凡事都可以随心所欲，那真是简单多了。我不知道什么事让你这么烦恼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事想不通，你可以学关大嫂。她之前家逢巨变，但是最后可以否极泰来，还找到亲生儿子了。人家都可以，我相信你也可以。女儿，哀家有个女儿，有没有看见哀家的女儿？看你疯疯癫癫的，我是你女儿，我也走了。大胆刁民，知不知道哀家是谁？哀家乃是当今太后，当今皇上也要叫哀家一声皇额娘。其实哀家膝下还有一个哥哥，只可惜是我弄得哥哥不见的。这帮奴才竟敢再对哀家不敬，御前侍卫听令，给哀家拉他们出去斩。这位大婶真的很可怜，这里有些银子，你拿着吧。哎呀，食才在人，方凋零，身带重伤不难行，叫声赵云，集合在。其实有时候做人疯疯癫癫也未尝不是好事，起码不用再为世事苦恼。奴才无能，望太皇太后恕罪。但是奴才只知道丰富的大约容貌高矮，对于他的底细一概不知。太皇太后能不能略微透露丰富的大约底细，让奴才易于搜寻？本宫叫你去办，你就去办，不必多问。亏你是领侍卫大臣，毫无作为。要不是念在你是本宫的子侄，老早就把你革职。奴才知罪，望太皇太后恕罪。奴才一定把丰富找回来，不会让太皇太后失望。你不要信口开河啊！必定要全力追击这个丰富回宫。还有，岑千日也要同样找回来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奴才遵命。玉亲王，钟太医在天牢已经畏罪自尽。真可惜。请王爷放心，奴才办得非常妥当，不会有人怀疑。办得好，钟太医想谋害皇贵妃，罪该万死。
奴才还查探到，太皇太后命令步骑大人暗中办事，要在京城里找一个疯妇。一个疯妇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要劳烦太皇太后费神去找？奴才也略有耳闻，说近日在京城街道出现一个疯妇，他到处跟人家说自己是太后，还说当今皇上是他儿子，而且也认识御前侍卫齐道廷。齐道廷，当日太皇太后要找岑千日，应该和齐道廷大有关系。如今这个疯妇，居然也和齐道廷扯上关系。王爷，看来这3个人背后应该有莫大的关系，否则的话，太皇太后用不着派步骑大人去暗中查探。哈善，你去替本王再查清楚齐道廷的一切。遵命。为兄收到密报，知道步骑正暗中寻找一个疯妇，这个疯妇到处自称是太后，还说认识1等侍卫齐道廷。齐道廷，当年齐道廷和顺治爷关系密切，他的身份不只是1等侍卫，还是顺治爷的心腹。那个疯妇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和齐道廷扯上关系？为兄也很想知道，不过手上并没有这个疯妇的经历底细，无从推敲。实不相瞒，早前我在大石栏也遇上一个疯妇，他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太后，不知道会不会是同一个人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帮为兄查查这个疯妇的身世，很可能会查到太皇太后背后有什么阴谋。福玄兄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他，查个水落石出。怎么样？没有，继续找。原来步骑真在找这个疯妇。东宝，你在干嘛？我没干嘛。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？有个疯婆子想抢走我女儿啊！大嫂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本来带我女儿去赶集的，谁知道疯婆子把我推到地上，说找不到什么格格，还抱走我女儿。难道是她？我知道她在哪儿，跟我来。她是个疯子！娘来了，你别怕！这个大师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啊！大胆刁妇，住口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骚扰哀家，你罪该万死！御前侍卫应该怎么做啊？雲起天變色，走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，在處心再。